胡雪岩在觅得左宗棠这一靠山之后，虽然连续得到代购军粮的订单，但实际上都毫无利润可言。而胡雪岩却不仅卖力筹措军粮，与此同时还建议和帮助左宗棠利用军。那么，身为商人的胡雪岩，此番为何非要主动涉足官府呢？敬请收看第3集《巧设商》。胡雪岩，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，然而却在短短3年间一败涂地。越处顺境，其实越是高度的危险。他波澜壮阔的人生，留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启示呢？曾仕强教授为我们带来曾仕强评胡雪岩。胡雪岩在觅得左宗棠这一靠山之后，虽然连续得到代购军粮的订单，但实际上都毫无利润可言。而胡雪岩却不仅卖力筹措军粮，与此同时还建议和帮助左宗棠利用洋人洋炮建立长协军。那么，身为商人的胡雪岩，此番为何非要主动？而原本应以利益为上的胡雪岩，又能在这些看似无利可图的生意中获得哪些利益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为我们带来系列节目《曾仕强评胡雪岩》，敬请收看第3集《巧设商机》。左大人给胡雪岩一批钱，是要他到外面代购军粮的，不是付款用的。可是雪岩呢，他把它公开出来，这是左大人给咱们的钱。你们要是不干了，咱们就把它分了。你们要说干，左大人又给咱们一笔好生意，那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作风。我们把它叫做财务公开。不管你哪行哪业，钱财清楚，这是基本修养。只要你钱财不清楚，让人家感觉到你过手，好像你就沾上那么一点，你的信用就破产了。雪岩这种示范值得我们学习。泽云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钱柜。雪岩为什么指定由泽云担任钱柜？因为人跟事这2件事情是大家一定有意见的。各位看到啊，所有的纠纷，所有的矛盾，不是由人就是由钱所引起的。如果学员说那好了，要继续干，那这钱我保留啊，那很多人就会怀疑，说你安的是什么心？当然，他们3个人是处得很久，彼此很相知，但是他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钱就交给泽云，由他来保管，我不经手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大家分担嘛，你做这个，他做那个，这个其实叫做内部控管。所以一开始他就开始走分工，开始走专职，那么彼此的互相有一个内控，这是很好的开始。胡雪岩得到左宗棠代购军粮的订单后，为了保证顺利运粮，便再次前去拜访曹帮老大，并以大礼相赠。雪岩下这么大的功夫，我们曾经谈过说，我们任何事情通路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后你要做米粮的生意，你要替左宗棠采购军粮，你必须要保持通路的畅通，所以曹班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现在过分相信外国人所设立的大卖场，其实我们应该知道，外国人他控制的你的通路，就等于他压住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咽喉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向胡雪岩学习。要做任何生意，先把通路搞好。不管你有多好的货，只要不通，那你开始痛了。
所以你要能够这样的很顺畅，你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通路上面做文章，想办法。胡雪岩这一点呢，他是很灵光的。在曹帮老大的帮助下，胡雪岩很快就将左宗棠所需的并顺利交货。但此时，程翔和泽云却开始担心、顾虑起来。大哥，粮食和马料都收下了，怎么没说给钱的事儿呢？没关系，反正有曹帮担保呢。可是，咱们还惦记500两银子呢。对，你倒是小气。现在我在琢磨另外一件事。陈强和泽云担心缴了货却没有收到钱，雪岩为什么在想另外的事情？我想，这就是雪岩他的过人之处。一般人老是想过去，有些人想现在，比较少的人是想未来的。我们可以这样分析：一个老想过去的事情，心态已经老了，不管他年纪多大，他心态已经老了，他没有斗志的，他对未来没有信心。一个老过了现在的人，他是没有什么发展性的，因为现在都忙不赢了，你哪里会想到未来？怎么会未雨绸缪？怎么会去预测？怎么会事先做好周全的计划？那都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这2个人都在想，这个钱不够，他跟我们订货，我们还要垫钱，那将来收不回来怎么办？都还在盘算这些小事情的时候，另外一方面，粮食生意风险太大，而且利小。咱们是干什么出身的？是钱庄出来的。我看，咱们要想赚大钱，就得干咱们自己的老本行。你看他这边的事情，他交给2个人去做，他自己展望未来，然后去预料未来的发展，他开拓出另一条路来。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，很多人要么放弃，要么使个劲儿，一直要想冲，这都不是聪明的方法。你走另外一片天嘛，到处都有机会嘛。我们常常说这件事情我能赚多少，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合适的。这件事情我没有赚，甚至我亏了，我都不在乎。但是我能从周边里面赚更多的钱，这才是我的智慧。就干咱们自己的老本行。杭州失守，我们没了立足之地。那不怕，杭州失守，我们到上海。去上海？对，去上海。泽源和陈强为什么想不到上海也可以开钱庄？我想这就是症结之所在。他们2个一想到开钱庄，马上想到杭州。人就是受经验法则的约束，所以一个有经验的人常常走不出新的路来，可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他又走不出路来，这才是重要的。雪原没有啊，雪原他有经验，他知道我在钱庄我很熟悉，而且那条路才是我。现在杭州还在太平军手上，我回去根本也没有办法把我的业务展开。可是他们脑筋一转，他就到上海啊，那我到上海去开有什么关系？上海照样呢可以把钱存过去，因为本来就是流通的嘛，也不是说像树木一样栽在这里就搬不到哪里去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脑筋要灵活，同时眼光呢要开拓远一点。最要紧的就是说，不要把自己设限太多。就在胡雪岩计划要到上海开设钱庄之时，左宗棠却再次派遣部属前来订货。这是请你们尽快筹集油布2000尺、马掌3000套、草鞋5000双，立刻送往临安。跟帮府来往，不管从古到今，他都是说我有我的会计制度，我有我的结算的期限，我叫你送货你就得送，至于我什么给你钱，你按照我的规矩。那陈强呢，他当然很不习惯了。
5000两是。那王将军，好在呢，雪原马上挡住他说：“你不要多说了，你计较这个，那生意怎么做呢？”因为他也知道，你现在替左宗棠做事情是没有办法按照那种说每一次生意没有钱，他要去调度啊，这个调度来调度去总是要时间的。他对左宗棠当然有信心，他知道左宗棠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在上面要苛刻他，甚至有倒账。但是他心里也有准备，就算倒账，我也认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左宗棠一个人所能控制的。所以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像雪原，他平常就已经跟官府的人有点了解，对朝邦也好，对政府也好，对大企业也好，他对各方面虽然他没有做过，但是他从旁啊多，一旦得到机会，他就能够运用自如。因此呢，一个人平常啊要处处用心。中国人常常讲啊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啊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才要用到这个资讯，现在呢把它存在脑海里面，扩大自己的视野，充实自己的知识，应该是没有错的吧。记住，咱们跑街的老话老规矩是什么？走官场先拜宝卷，会同行先说有水。对，走官场先拜宝卷，会同行先说有水是什么道理？生意人要跟当官的来往，遇到当官的有他的立场，他很不希望在公开的场面跟你来往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会讲闲话嘛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瓜田李下，就是说你在瓜田里面，你千万不要弯腰下去拉鞋子或者系那个鞋带。只要你在瓜田，你一弯下腰，所有人都怀疑你是偷瓜的。李树的下面你也要小心，你不要随便伸手，一伸手你就是栽李子嘛，不然你伸手干什么？这个叫做避嫌。胡人他很懂得这些，但是这条路要很小心，多少官员就是栽在这里，别人会不知道？没有那回事，迟早也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这条路啊，还是那4个字：适可而止，合理比较妥当，千万不能过分。任何事情在法的范围之内，你稍微通融一下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合乎情理。如果太过分了，甚至违了法了，那迟早会出事。同行那就比较就这么严重了。大家是同行，心知肚明，你不赚钱是不可能的，你赚了钱独吞，那我绝对不跟你配合。所以会做生意的人，只要碰到同行，都说我会给你多少好处。你有好处，他当然要有好处啊，不然他干什么？所以同行跟官员他是两码事，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原则。雪原事先交代这2个人说到上海，你要注意这个原则，这是对的。任何说清楚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，你再来骂人，再来后悔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胡雪岩通过献粮一事，成功找到左宗棠作为靠山。启禀大帅，胡雪岩在门外求见，请到后堂。早就听说左大人棋艺高超，不过我可是超级。我们中国人常常用下象棋呀，跟他一起喝酒啊，甚至于打牌啊，来聊一个人。所以左大人他不是闲来无事，他不是要消遣，他不可能有消遣这种念头。消遣是没事干的人要打发时间。那左宗棠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透过象棋想更进一步了解雪原的为人，他的修养。兵我道台以扬兵助战，连克数阵，特将公民部呈上，请大人论功行赏。
放肆！左大人听说杨兵杨枪，为什么大发雷霆？我们知道左宗棠跟李鸿章，他们虽然关系很密切，但是在见解上是有很大的不同。非常反对李鸿章用洋兵洋枪来打我们自己的同胞，不管他是叛乱，自己事情自己解决嘛，你不搞个洋鬼子？当然，他的这种观念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去评论他，来打我们自己人，像话吗？所以他听到部署报告，他非常的不高兴，说以后少给我提这种事情。雪原他的高明地方就是他脑筋不断的在动，只要有什么蛛丝马迹，只要有什么小小的缝，他随时都要抓住的。他一听到洋兵洋枪，马上脑筋就动到说，我也可以去采购这个洋人的军火，然后我替你办这件事情，我从中呢，我多少可以赚一点钱。在商言商，我觉得没有错他商机，随时想要介入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那左大人当然很生气的。我不是商人，是我不会唯利是图。是，小人是商人，这话很难听我也知道。就说你是商人，你唯利是图，我是政府的官员，我怎么可以跟你一模一样？这话是很难听的。但是胡璇也忍了。做商人，如果在这方面还要表示我的身份，表示我不受侮辱，那你根本不要从事这一行了。你从事这一行干嘛呢？他很冷静说：“好。”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，所以最后他又讲了：对洋人只要严加限制，他们纵有狼子野心，恐怕也难逃大人这双猎人的手啊！这句话倒是打动了左宗棠的心。左宗棠觉得说：“是啊，我还怕他吗？别人怕的话，那是应该的。我怕吗？我当然不怕了。”你看，有时候一句话讲到那个要点，它真会产生很大的作用。不久之后，左宗棠新任闽浙总督，决定采纳胡雪岩的建议，并委派胡雪岩去上海，找李鸿章帮忙，建立一支长捷军。以左宗棠的关系，想要平白的去买这些军火也是不容易。李鸿章，但是人呢，你跟他感情好坏那是一回事，当你要办事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考虑这些事情。所以他照样跟胡雪岩讲：“我这里准备好了2封信，一封是给郭松涛郭大人的，另一封是给李鸿章李大人的，都带上，伺机而用。”因为任何事情他都必须要2条线互相牵制，彼此到时候可以有个补助的作用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。我已经为你物色好了一名长捷军的副帅。王将军，启禀大帅，这前投敌的杭州布政使林福祥押到。推出去。好了，大人。左宗棠为什么任命王将军为副手，又下令斩杀林福祥？我觉得左宗棠不是一个等闲之辈，他的脑筋呢也是非常严密的。他知道，我把军火的事情交给一个商人，外面人不晓得要怎么说法。虽然他不在乎，但是他要避免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原则。要么在乎，要么不避免，这都不对的。他一方面不在乎，一方面他就派了一个正规的将军做他的副手，从旁监督，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完全授权给他，我还是我自己在办，他只不过是帮忙而已，就对外有交代，同时对里面也有交代。否则人家也会想啊，我们这些都不能做啊，你非找他。最起码有一个自己的人介入在里面，对大家的关张会好很多。二方面，
他也觉得我跟胡璇毕竟没有很够的交情，这个人真正的本质怎么样，我是不清楚。正好来了一个倒霉鬼林福祥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，我推出去斩，也是给胡璇看的，说你少在我面前玩花样，你玩花样，你的命运是跟林福祥一样。吴雪岩拜别左宗棠后，便立刻与王将军赶往上海。不料刚到上海，就与人发生了争执。先生，小女给你赔罪赔礼还不行吗？听小姐的口音，好像是杭州人。是的，我也是杭州人。雪为什么